卡卡，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下 Llama 3大语言模型的微调工作。第一步，它的准备工作。大家都知道，上个月 Mant AI 发布了它的最新的大语言模型 Llama 3，开源了它这个大语言模型。它主要开源了两个量的速度的参数量的这个模型，一个是8B 和一个是70B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在我看来，Llama 3模型是迄今为止最强最好、最方便使用 Llama 3的最强的大语言模型。今天我们首先讲一下为什么需要微调这个大语言模型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 GPT-3、4以及 Llama 3、1、2这些模型，它的训练都是基于现在公开的、开源的数据，就是互联网上的文本呐，以及他们公司自己内部的一些数据来进行一些训练。但是对了一些特定领域，比如法律啊、医疗啊、金融啊、电商领域，这些模型的一些使用效果以及它的精度，有时候并不是满足业务的需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通过业务数据，然后进行微调这个大语言模型，让它变成一个对业务数据有帮助或者精度更高的垂直领域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建立很多垂直领域 instruction dataset，比如文本分类、规划、递答、文本总结等，然后我们进行这个开源的大语言模型进行微调，然后得到我们垂直领域的大语言模型。它需要做的既然说到微调，需要做哪些工作呢？第一步我们首先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你要注册一个 Hugging Face 账号，即申请使用 Llama 3的模型。还有安装环境包，下载 Llama 3模型，最后是下一步是微调数据准备，然后是 Color 的参数设置，然后是 SFT 这个参数的微调准备，然后再就是训练保存推理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下这些准备工作。第一步呢，我们要注册一个 Hugging Face 账号，即使用Llama 3模型。为什么要注册这个账号呢？因为很多开源大语言模型它都会保存在这个 Hugging Face 网站上一些开源数据你有了这个账号过后你可以下载它的这个参数文件，所以是非常方便使用的，比你从官方下载来，它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你需要注册这个账号，通过邮箱，然后你的密码注册好过后你需要访问从这个服务器访问这个 Hugging Face 账号，那你就需要一个 Access Token， 点击你的账号 Settings， 然后点击 Access Token。这里因为我还没有在邮箱里确认，所以它无法创立 New Token， 所以你需要的当然我确认过后我就可以举个例子，我可以创立一个新的访问 Token， 这个就是我这里可以选 Type Write 和 Write 等。然后点击 Generate a Token 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 Access Token。下一步呢，我们要申请 Llama 3的模型你要申请给他们提交同意书然后你点击举个例子，你要使用这个 Llama 3 8B 模型，那你输入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出生日，还有你的国家，还有你的机构，然后点击同意就可以，然后提交，几分钟过后你就会获得他们的授权。这个就是需要注意一点。然后下一步呢，安装环境包。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这个 Hugging Face 这个登录账户的环境包，以及在微调大语言模型的一些包，我们就需要这些包，大家可以建立这个 requirements txt 文件，然后只要安装这个 tms 文件里面包就可以了，就可以完成了一些包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加载模型呢，我们这里加载模型的方法是进行了一些压缩，用了这个 bits and bits config 这个包，然后同时呢进行了一些它的压缩，所以说我们需要设置一些参数，然后用这个transform 这个包 auto model for casual llama from portrait 去这个 base model， 这 base model 你可以换实际上你可以换不同的模型这里我们用了 Llama 3 8B， 然后我们可以加载它的模型，然后以及它的 token 和来着。加载好，我们
set corolla 参数，这些参数啊，大家可以直接使用就可以。当然你可以进行了解过后进行改一下，但大致的基本都是这些参数。后面我们会开设一些新的课程来讲解这些 Corolla 一些东西。然后呢，数据呢，这里我们使用了是 Dialect Studio 这个里面的 Twitter Summarization， 也就是说 Twitter 里面人机对话里面对话，然后进行Abstractive 进行它的总结，就人工一些做的标签，然后这个对话讲啥，就是它的对话的总结。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通过这个这个网页来看这个数据量。当然我们其实下载的时候很简单，就通过这个 DataSet 的这个包，然后直接下载这个 Twitter Summary 这个 JSON 这个数据，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预处理。同时我们这里用了它那个 Summarization， 刚才讲的 Abstract Summarize 作为它的那个叫什么标签数据，然后这一些是 Parameter 构建 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 它的 Component， 然后这些的训练数据和预训练数据等以及验证数据在训练中。那么下一步就是这些参数的设置啊，举个例子，这个我们是通过 TensorFlow 去monitor 监控这个它的那个训练的时候里 loss 的这个趋势及一些精度的趋势，然后我们可以保存在这个 experiment is output therefore， 然后这些我们是因为为了看效果，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进行一些一个的 approach， 然后这些设置，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详细讲一下它的这些参数的意义含义，然后我们用了 SFFT Trainer 这个包来进行微调，然后后面就是预训练。那么今天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讲完了，下一步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程度过进行 coding，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预训练前后对比一下预训练后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点赞呐、留言呐。后面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的会员，我们频道会员可能和更多的一些知识的探讨，一些代码的分享，以及更多的课程，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会员。谢谢大家。